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复利，那英文叫做 compounding。那这个复利的计算是一个在金融或是理财方面一个最基本的预算。虽然它其实概念相当简单，其实在小学也学过，但是实际在应用面呢，就会发生各式各样复杂的情况。那在说明复利之前呢，我们说这边有几个故事。故事这边有国王和棋盘的故事。哦，简单讲就是国王为了报答救他性命的恩人，然后请这个恩人呢开出条件。那恩人开出的条件呢，他说：“哎，国王，你的桌上有一个8×8的棋盘，总共有64个。那我需要的报酬呢，就是你第一天放1粒米进去，第二天放2粒米，第三天放4粒米，第四天放8粒米。你放米粒的个数呢是前一天的2倍。那总共放到第64个米，就算报答完了。那国王当然讲说这什么问题啊？很简单嘛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他就开始放米。那真的放下去，他会发觉越来越不对。如果你真正去计算的话，你就会发觉到第64天，所有的米全部加起来，这样是超过整个世界全球的稻米产量。如果没算错，应该是全球稻米产量超过1000倍。那这就是复利啊。哦，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是说，如果请你以直觉来看，一墨的新台币有多少钱？一墨是6.02×10^23，这个我想学过化学，大概都知道。你把一墨的新台币分给全世界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得到钱，会不会比我们的首富 Elon Musk 还更富有呢？所以直觉去想，有时候想不通，你真的去算，发觉哇，这一墨的新台币实在是多到不得了，因为10^23。那有时候我们讲说，领18%的之前公调人员是老贼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个帮他们污名化呢？其实18%也是政府当初订立出来的标准啊。因为18%，如果你可以用复利去滚的话，你只要4年10万就会变20万，100万就会变成200万。这个我们都会提到。那常常在网络上面，你也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讯息，说，如何使用复利，发挥复利的力量，能够像滚雪球一样，让你能够在理财方面快速达到财富自由。但是你能够快速达到财富自由，也有可能被这个复利给害了。一旦被害下去，变成卡奴，就无法翻身。所以我们这边呢特别讲了一个信用卡的循环利率。在2006年或者是之前几年。常常看到有这个 George Mary 现金卡的广告。它取名叫 George Mary，其实就是救急勉励。其实我觉得名字取得其实相当不错。但是说你点进去看这个广告呢，你就会发觉里面都是美好的愿景。你只要有这张信用卡，你要出国念书，你要结婚，通通不是问题。那事实上，这个借的钱有可能不还吗？那一旦要还，它的利率有多高呢？这些通通是问题。所以从这个 wiki 你可以看到，在2006年有70万人沦为卡奴，平均欠款数是100万新台币。70万乘以100万，你看这有多少钱？有7000亿。那这些人一旦滚进去之后就滚不出来。那2010年的资料呢，信用卡循环利率呢是最低2.74%，最高20%。那这消息也可能旧了，后来因为有这个卡奴事件，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有规定，信用卡循环利率呢不得高于某一个数值，但是这个数值我已经忘了多少，但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。那想看看，如果你欠这个卡债100万，若以18%来计息。那你想说，好吧，那我一个月赚4万，我月付5万吧。月付2万，那月付2万，这样就一年就是付24万嘛。那4年就是96万，是不是大概可以还清了呢？你真的去计算以后，你月付2万需要8年才能还清。本来要付的欠100万，本来只要付100万，结果变成要付200万。那再过来呢？如果说好，那我更穷一点，我一个月薪水只有3万，那我月付1万呢？
你想看哦，那月付1万嘛，8年大概可以还清啊，8年总是96个月，那就是96万啊。那你想看错，你根本一辈子都还不完，你就是陷在那个泥淖里，陷在那个坑里，永远出不来。因为你看，你卡在100万，你一年18%利息的话，哎，一年就要还18万呢，18万还只有利息哦，18万除以12个月，一个月要还1.5万，哦，你只付1万，哎，根本连利息都不够啊，所以你一辈子都还不完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坑哦，千万不要掉进去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复利的基本公式，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是说你刚开始有本金，我叫做 P 好了，这是本金哦。那你的利率哦，每一期的利率叫 R 哦，那就 P 乘上1加 R 的 n 次方就解决了哦。这个看下面这个图可能比较简单哦。你原来本金是 P 在这里哦，然后经过一年，就是假设这个 R 就是我们的年利率哦，P 乘以1加 R 的一次方，到了第二年 P 乘以1加 R 的平方，第三年 P 乘以1加 R 的三次方，哦，如果过了 n 年呢，就是 P 乘以1加 R 的 n 次方，哦，这是再简单不过，哦，小学生都会，哦。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哦，假设你呢刚开始呢哦存的钱1000元进去，那年利率是3%，经过20年哦，所以1000乘上1加3%的20次方，最后得到1803元哦，还不到2倍哦，将近快2倍了哦，那这是年利率的算法哦，但是在银行它在算利率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按照这样在算哦，这个我们后面会马上看到哦。银行在算利率的时候，房贷有房贷的算法，信用卡有信用卡的算法，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这种叫定期复利，我刚刚讲的是叫做年利率哦，那每年复利一次哦。但是呢，诶，你可以用月来算啊。那它通常用的公式呢，就是 general 的公式呢，就是我把年利率哦 R 这是年利率除以 n 就是一年分几期。假设以12个月来算呢，n 就是12哦。那 R 除以12，那这边是几次方呢？T 乘上 N 就是我的年份哦，N 再乘上每一年有几期哦。那我们这边看几个例子可能会比较清楚。我这边跟前面一样哦，我进行年复利的话，就是本金1000乘以1加3%的20次方哦，就得到1806.11哦。那如果要算月复利呢？那我们的做法呢，就是把3%哦，这是年利率，除上一年有12个月嘛，就直接把它除以12。但是这边的次方呢，就是看它的月份哦，总共有几个月在里面。那因为20年乘以12，所以这边是240。哎，依照这种月复利的算法算出来，哎，你会得到1820.75。哎，跟前面比起来，它又高了一点点哦。那我可不可以用日复利来算？哎，也可以啊。哦，日复利，那你这边要除以多少？假设一年有365天哦，闰年先不管它，然后20年乘以365，最后得到是1822.07，又比前面高一点。那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复利的方式呢，它会有不同的算法哦。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哦，一般的讲法呢，就是说哦，我说年利率是 R，然后我的年复利、月复利、日复利就可以这样算。那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个利率我也可以直接讲，我讲的是月利率哦，月利率的话，那就是一般的呃高利贷，它就用月复利来算哦，然后跟你讲月利率是多少。那更夸张的是，我可以直接跟你讲说，我的日利率是多少，用日复利来算哦，那这当然是。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但是也有可能碰到该高利贷的时候就会碰到哦。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讲说，我们一般讲的是指的是年利率哦，但是银行在计算房贷的时候是以月利率来计算，它直接把 R 哦年利率除以12，但是信用卡的循环利率呢是以日利率来算，它只会把 R 除以365来进行运算哦，所以这边计算上都有一些小细节。那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银行到底是怎么算利率的，其实你可以上网查一下，就可以查到相关的资讯。其实还是有点小复杂哦。
好，那前面讲到，我们有月利、有年利率、有月利率、有日利率。诶，奇怪，那我可不可以算秒利率啊？哦，用每秒来计算这个，用每秒来进行复利，那、当然也可以啊。哦，所以那我可以把它变成 continuous compounding，就完全连续的在进行运算，那当然也没问题。那它的公式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哦，一加上 r 哦，这个 r 还是我们的年利率哦，那除以 n，n 就会变成无穷大哦。那这个 n 就是你的期数，一年的期数。如果以月利率以月来进行复利的去运算，n 就等于12，那以年 n 就等于365，那以秒，不叫秒，这个就是一年365天，看乘以一天有多少秒哦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直接把 n 啊逼近于无穷大，那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哦？那你把这个式子稍微整理一下哦，那把它提出来，让这个里面的式子呢变成这个样子，那这个就会变成 exponential，这个会变成一个我们常讲的 Euler number 哦，奥伊勒常数哦。那这个东西怎么证明呢？我们后面会提到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的这个最后的总值呢，就是 P 乘上一乘上 RT 哦。那一的值呢，就2.718281828，后面还会提到哦。所以如果这种 continuous compounding，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值呢？就是1822.12，跟前面比起来，前面有没有1822.07？哦，这是以日来进行复利。那最后连续计算的话，就把1822.12更多了，但也只是多一点点而已。哦，那只是连续复利的计算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也不会用到连续复利，这是理论上最后得到的结果。那如果你要证明这个式子等于一个 constant，哦，下一页这里可以看得到，哦，这个叫 Euler's number，或者是叫奥伊勒常数哦，或是奥伊勒的数字哦。那你要证明这个式子，哎，这个式子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式子一模一样哦，只是前面有一些变数代换。当 n 逼近于无穷大，一加 n 分之一的 n 次方会逼近于什么样一个常数呢？这时候你必须用到二项式定理哦，这二项式定理应该是高中就学过哦，把 x 加 y 的 n 次方然后把它展开来，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那所以你就可以把原先是呃 x 加 y 的哦，抱歉会挡到 n 次方嘛哦，你就把它变成一加 n 分之一的 n 次方哦，然后你把它展开来哦，按照这个二项式定理把它展开来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那等于说零阶乘分之一加一阶乘分之一加二阶乘分之一，一直加到无穷大阶乘分之一。那最后你可以算出来这个数值呢是逼近于2.718281828。如果你把图画出来，这边是 n，你会发觉刚开始哦 n 等于呃 n 等于一，n 等于二，一路爬上去，它最后慢慢逼近，最后会逼近这个值2.71828等等。那这个常数呢，在其他不同地方还会碰到。那在利率的计算呢，就会在这个 continuous compounding 里面碰到这样的一个数字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把这个 periodic compounding 呢画出来给你看。假设刚开始我们投资是1000元，然后利率是20%，哦，那你开始就用完全连续的利率来看的话，就得到蓝色这条曲线。如果每个月来算复利，就会得到紫色这条曲线。如果每一季来算复利，就会得到灰色还是棕色这条曲线。啊，如果每年来算复利，就会得到绿色这条曲线。所以你会发觉 continuous compounding 它得到数值最大哦，但是其实跟这个 monthly compounding 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个规则哦，这个规则是可以根据前面的算法来得到哦，这个叫 rule of seven 或是70法则。70法则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直接看 formula，它的公式在这里，T 乘以 R 会等于70。那 T 哦，就是说你一个投资案哦，你把一个本金投进去
你什么时候本金会变2倍，哦，然后和这个 R 就是年利率的关系，这是用百分比来表示，哦，那简单讲哦，如果你这个 R 是1%的话，哦，那 T 乘 R 会70，T 就是10年，哦，就是说你有一个投资案如果是10%，哦，那你经过7年，哦，它就会翻倍，哦，或者说你投资案是7%，那经过10年就会翻倍，所以 T 乘以 R 等于70。那这样的法则呢，又叫rule of 72 或 rule of 69哦。这样很多人讲的是 rule of 72，那我们待会就会整个算一遍给你看，看它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现象哦。那有时候叫 72呢，是因为它的因素比较多，那要算的时候比较容易算。哦，那这边有一个范例哦，就是如果你的年利率是1%的话，你投进1000块钱，什么时候变2000呢？要经过70年，哇，这个实在太漫长哦。如果年利率是3%的话，你投进1000元，经过23.3年会变成2000，哇，这也等很久哦。那我们刚刚讲过，如果是你有18%的利率，哇，这个利率就相当高哦。你投进1000块钱，经过3.9年就会变成2000元哦。那一样 R 等于20，你就需要3.5年才会变成1000元变2000元哦。那通常我们看台湾的房子呢，大概每10年哦，按照过去历史的经验，台湾的房子呢，大概每10年价值翻2番哦。那但是现在是比较怎么讲，比较缓和，比较 saturate。但过去几年来哦，从呃就是一开始哦，民国60几年，甚至到民国到西元2000，房子的涨幅呢都是每10年翻2倍。那你可以从这个70法则，你就可以知道房子的涨幅是每年以7%在增长中，因为7乘上10年就刚好会等于70。所以这个叫 rule of seven，很多投资或是理财方面的网站或者书都会提到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proof of rule of seven 哦，这个 rule of seven 呢，呃，到底要怎么证明？哦，那这个证明的方式呢，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哦。如果说是 yearly compounding，我们刚刚讲说，哦，我的总值等于 P 加 R 的哦，这是以年利率来看，哦，R 就是我年利率，T 就是我的年份要经过多久哦，所以这时候呢，F 除以 P，假设它等于2，2倍嘛，哦，2那就等于1加 T 的 R 次方哦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R 算出来哦，两边取 natural log 哦，然后就是把它移项一下，就可以得到哦，这个我叫 T1 哦，T1 等于 natural log 2除以 natural log 1加 R。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说，因为 R 事实上就是它的值很小哦，那你就 natural log 1加 R 呢，我们可以让它当 R 够小的时候，natural log 1加 R 会接近于 R 哦。这边是把图画出来，让各位看一下，就是 natural log 1加 R 是这条曲线，然后 R 红色是这条曲线，所以两条曲线在这个 R 很小的时候几乎重叠在一起，所以 B 均于1哦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式子，这个是用看的可以看出来。那如果你真的要证明呢，我们有所谓的L'Hospital's rule 哦，这个 limit R B 均于0哦，上面这个式子，下面这个式我先不写出来，就等于 limit R B 均于0，上面这个式子的 prom 微分，下面式子的 prom 微分哦。那所以你可以直接对它微分看看哦。Nature log，我们还是把 limit，我抱歉，其实我是在垂直的荧幕上面写，所以不太好写。R 等于0哦，那 nature log 1加 R 微分变成1加 R 分之一，1加 R 分之一，然后分母呢 R 微分变成1哦，那这是 R 必须0嘛，所以答案的1就出来了。所以利用这个公式哦，后面还会用到。那假设呢，我是用 monthly compounding 哦，每个月来计算复利，那一样 F 除以 P 等于2。
那这个公式呢，1加 r 除以12的12t 次方，哦，那一样两边取 natural log，最后就得到这样的数值，哦，那因为这个 natural log 1加 r 除以12，r 还是很逼近于0啊，所以就这个非常逼近于 r 除以12，哦，所以最后得到还是这上面是 natural log 2除以 r，所以接近于0.7除以 r。那这边写0.7除以 r，但是当我们 r 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，这边就会变70除以 r，哦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要 double 的个数，就是这个期间乘上它的利率的百分比，那应该就要等于70。那同样的，更精确的算法是，如果是用 continuous compounding，f 除上 p 等于2等于1的 rt，哦，那两边取 natural log 就变成0.6931除以 r，哦，那这个就直接会逼近于0.7除以 r。所以我们讲70法则，通常是假设就是在 continuous compounding 呢，它事实上是相当逼近。那如果说按照前面的算法，如果 r 等于3%的话，用第一种算法哦是23.45哦23.45是这里哦。那用第二种算法是23.13是这里。那第三种算法呢是呃得到这个结果哦。那两个都会非常，这三种算法都会非常接近于70除以3啊，就是23.33年。这就是70法则。70法则就是常常会被用到，哦，常常被听到。那其实证明了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利用这个逼近式，哦，那利用 continuous compounding 就可以证明出来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提一下哦，一般来讲哦，这个钱呢，它的价值呢，随着时间而改变哦。比如说我现在有1000块钱，过1年了，这1000块钱价值可能就贬值了，我钱没有动，它就贬值了哦。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呢，为了要计算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呢，随时间在变的情况下，那它到底最后它的投资到底划不划算？是有时候我们叫做现金流量表哦，这个是时间哦，往这边走，这个往这边走是 T time 哦。那我们可以收入用 P 来表示，或者是收入用 P 来表示，最后得到期末总收入。那支出呢用红色来表示哦，每一期支出，最后也可以得到期末总支出。那这个两个事实上需要相等，这两个要相等才是一个合理的状态。那后面我们下一份投影片也会提到，有时候呢，我们收入用正的来表示，支出用负的来表示。那这时候因为一正一负，所以期末到了最后，期末 F1 加 F2 要等于0哦。那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你的现金流量表。那根据这个现金流量表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房贷哦。比如说我这边的问题，你跟银行贷款了100万哦，预定20年还清，利率固定为3%，请问每个月要还款多少钱？哦，那这个数值呢，其实不太容易计算哦，它需要就是开始计算一些复利。那这边讲到这个叙述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，我们的利率哦，对银行来讲，我们都讲的是年利率，没有特别说明就是年利率哦。那复利计算方式呢，银行都是以月为单位来进行复利的运算哦。那你会发觉呢，银行通常这个房贷呢，其实利率相当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房子叫不动产嘛，不动产意思就是跑不掉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不动产就是一个担保品哦，所以呢利率特别低。那所以如果你跟银行借钱，万一到最后你房贷缴不出来，比如说现在利率一直升高，最后房贷缴不出来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那就发生所谓的断头屋，银行就说啊你缴不出来，我就把你房子收回来拍卖。哦，所以银行不管怎么样，最后总是可以收回房子来进行拍卖，所以银行就不担心你会绕跑，因为房子在那里。那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当然如果是跟信贷来相比，信贷呢，因为是所谓的信贷就是信用嘛，你完全用信用来去贷款啊。所以说，比如说我这个人跟银行贷款了30万信用贷款，那完全是银行是看我的信用啊，所以但是所以才把钱贷给我，但是我可能不会跑掉啊，哦，所以但是我这时候是银行是无单品，哪一天我真的跑掉了，银行是找不到我的啊。
所以风险会比较高，所以对银行来讲，它的利率也会比较高。哦，那如果我有正常工作的话，我如果缴不出来，银行是可以申请法院扣押我的薪水。那扣押一个月最多也只能扣押1/3，因为还是得生活嘛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跑掉了，就比如说离开台湾了，那银行是完全追不到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信贷的利率会比较高。哦，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如果不管同学现在是就学或者将来出去就业，记得如果你有贷款的需求，尽量用房子来贷。哦，利率会低。哦，那你会说没有房子怎么办？那你就一样，你要跟你父母保持好关系。通常你的父母会有房子，跟他们商量，你用房子来借贷，利率会低很多。哦，那当然你要有信用，你要把它还完的。哦，好，我们回到这个问题。哦，这个问题在这里。好，那看下面这一页。哦，那如果说你要这个进行房贷的偿还的话，那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叫本息平均摊还，一种叫本金平均摊还。通常我们是采用第一种方式啊，一般银行也是采用第一种方式，就是说你有20年房贷，它就固定让你每个月缴固定的钱，那缴到结束为止，缴到20年后，那刚好可以相抵跌相抵消。哦，那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叫本金平均摊还。哦，这两种方法呢，我们待会会讲这个本息平均摊还它的方法是怎么进行运算。哦，那我们在我们的附录里面就会讲到本息平均摊还，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计算方法，但最后得到每个月的付款金额是一样的。那本金平均摊还也会在我们的附录里面提到是怎么进行运算。那你如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呢，你可以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资讯。哦，甚至有所谓的线上运算、自算。哦，你要买房子，它就让你有一个线上网页，你可以填进去比如说你的利率，那你的房贷总共多少钱，那它就会帮你算出来。哦，那这边是一个列表。哦，这边是等额本息，就是本息平均摊还。这边等额本金就是本金固定，但是利率缴的会越来越少。两种方法最后列表得出来结果，因为计算不太容易，所以这边就直接列表出来给你看一下。哦，一般银行或者是房贷专员跟你谈房贷的时候，他就会列出来给你看，让你知道说你要负担的这个每个月的房贷金额会多少钱。好，那真的要算的时候，其实也不难，很简单。哦，就是说这是一开始。这是房子的价格。假设这个房子是比如说1000万。好，1000万的房子在这里。那一开始房子就给你啦，所以你可以住，你可以租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等于说你手上就有1000万。但是你每个月就开始要还这个房贷。哦，那假设我每个月还的房贷是 X。固定都固定。那你可以想象，经过了二十年。经过二十年，这个 P 呢，一开始房子已经给你了嘛，1000万。那它会变成多少钱？那就是 P。哦。乘上1+R 除以12的240次方。这是最后会滚出来的钱。假设这个 R 当然是指的是呃，抱歉这里写错。这个是这不是 monthly，这是 yearly。这 R 是我们的年利率。所以这边是年利率除以12，再乘上244方，这是最后 F1 会滚出来的钱。但是呢，你每个月付 X 啊，所以也是一路在滚啊，所以最后这每一月付的 X 的钱，最后滚出来 F2 要等于 F1。那这每一次付 X 到底滚出来多少钱呢？最后一期的 X 在这里，所以是 X。倒数第二期 X 你会乘上有没有1+R 除以12？倒数第三期的 X 你会乘上1+R 除以12的平方，等等等等。到最后算到这里，它会乘上1+R 的12的239次方。那这是一个等比级数嘛？等比级数你可以用等比级数的求和把它算出来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所以两边要相等，F1 要等于 F2，这才是合理。F1 一等于 F2，我的 X 就出来了。我的 X 就是要付的钱就出来了。就是每个月要付的金额就出来了。那你还可以把它简化一下。这边可以变成抱歉哦，1R
除账哦，上下各除以这个东西，一减掉一加 r 除以12的负240次方，这样也可以，那试着会比较简洁一点哦。哦，所以基本上银行就是这样算出来的，你可以算出来跟前面的这些对照表比较一下哦，就知道这个公式基本上是对的。好，那根据前面这个公式，我就发明一个叫 Rule of 两百法则，这是我发明的，所以我叫 Rogers Formula。那这个 formula 是在说明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呃，你的每个月要付的金额乘以200，会等于你房贷的总额。那假设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个例子，假设是20年房贷，利率是2%，那每个月应付金额呢，就是200除以20。好，抱歉假设房贷是1000万啊，所以1000万除以200就等于5万。哦，假设房贷总额是1000万，那我这边的假设是房贷就大概在2%左右哦，没有变很多。如果房贷变很大，这个公式可能会改变。但是在目前呢，只要房贷在2%左右，你就是把每个月应付款哦乘上200就等于房贷总额，这样就很容易算。所以你今天要买1000万的房子，每个月就是付5万；你要买2000万的房子，每个月就是付10万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这是我的两百法则。那两百法则呢是假设哦，这边假设20年房贷，而且利率2%。那我们当然可以延伸一下，假设30年房贷呢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算出来呢是会变成除以270。那这个事呢是完全可以算出来哦。这边呢，哦这边我稍微改变了一下它的计算的方式哦。这个 L 呢是指的是你的刚开始的房贷的总额，那 P 是你的 payment，哦，P 是你的 payment，那 L 除以 P 呢，就得到一个式子啊，很复杂一个式子哦，那你把它画出来啊，画出来，如果说以20年来看的话，得到就是这条曲线哦，所以这是 loan 除上 payment，loan over payment over monthly payment 哦，那这边是你的年利率哦。所以呢，当利率等于2%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出来在这里，利率等于2%的时候，它的 L 除以 P 就大概等于197左右。哦，所以我这个是 rule of 200所得到的结果。那当然利率在变，它也会跟着变哦。那再过来看，如果是30年，你30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买房子，他都给你30年的贷款，这样是蛮不错哦。那他会得到利率是等于2%在这里哦。那他得到几乎是 L 除以 P 等于270左右哦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买房子大概都是20年把它还完，那你就可以 apply 这 rule of 200，立刻就可以知道说你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啊，你的能力足不足以来偿还这个房贷。好，我们讲差不多了哦，这边有几个 reference 哦，有 Wiki 的 Time Value of Money，一个是啊 Compound Interest。那后面还有一些附录，我们就不仔细讲哦。这个附录可能我后续还会再录一些相关的说明。今天说明到这里，谢谢。